如果美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M1A2 阿布拉姆遇上了俄罗斯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T-24阿玛塔，谁会赢呢？咱们先来看看纸面数据啊。火力上 M1A2 装备着一门来自德国莱茵金属的120毫米口径 L44滑膛炮，可以发射目前最新一代的 M829A4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据说达到了能够在2公里处穿透750毫米军制装甲的能力，而且还专门针对俄罗斯坦克常用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做了优化，像是 T90、T80这样的坦克呢，穿透起来应该是毫无压力的。再来看 T14这边，它的主炮啊，从口径上看比 M4的要略粗，达到了125毫米，所以膛压和初速都会更高。用的则是自己看家的 2A82-EM 滑膛炮。公开的数据表示啊，配合其最新的真空系列穿甲弹，可以在2公里处穿透900毫米的军制装甲。你看穿甲能力呢，确实要更好一些。但考虑到 M1A2 在最新升级的版本里面也加厚了自己在炮塔与正面的倾斜装甲，使它针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防护水平分别达到了960和590毫米。因此啊 ，T14的主炮直接跟 M1干起来呢，还真不见得会更有优势。不过 T14可以从射程上扳回比分嘛。当然用的不是穿甲弹了，而是反坦克导弹。跟 M1不一样，俄罗斯的坦克，准确说是苏联的坦克，从 T64开始呢，就可以直接通过主炮来发射反坦克导弹了。在10公里的范围内，俄罗斯最先进的 3UBK21 短跑运动员，只要来一次攻顶操作，应该还是会对 M1造成不小的威胁的。毕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First look, first kill， 先见先杀。作为号称第4代主战坦克的 T14呢，在车载光电系统方面确实要更有优势啊。它是第一个把相控阵雷达装在身上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在炮塔里面完全就不装人的坦克，让躲在超厚装甲的车身当中的炮手也能通过电子眼和超视距指挥系统来引导导弹准确的飞向目标。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时呢，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另外，正好提到了无人炮塔了，这绝对是 T14最亮眼的一项创新。刚才我们也说了 ，M1发射最新的穿甲弹时 ，T90 和 T80都会害怕，但是 T14呢，至少成员舱是不用害怕的。这里的装甲采用的是第4代孔雀石双重爆炸式反应装甲，其防护水平据说是超过了1200毫米军制装甲。看来 M1唯一的下手目标就只能是 T14顶上那个没有人的炮塔了。所以从火力和装甲防护上看起来，好像是 T14更胜一筹。那接下来咱再比比主动防护呗。T14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各种软杀伤和硬杀伤来干扰、破坏、拦截来袭的导弹、破甲弹、火箭弹，甚至是动能极高的穿甲弹。那 M1呢？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它将以色列开发的，并且已经经过实战检验的奖杯主动防护系统引入了过来。尽管技能栏里面缺少了防穿甲弹那一条，但考虑到它是真拦过，而另一边目前只有 PPT， 所以在主动防护这方面，姑且认为 M1和 T14呢是不相伯仲的。好，那就再往下看。机动性 ，M1装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轮机，而 T14装的也是1500匹马力的柴油机，所以两者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咯。非也得看它俩的重量了。随着 M1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加东西，最新的 M1A2S1P V3 已经来到了将近70吨的重量了，而 T14继续维持了俄罗斯坦克的轻量化，只有48吨的重量，所以它俩要是真在路上飙起来呢，肯定是 T14会更加灵活的。而且这还要看它俩是在哪儿飙了，也许有的地方 M1是根本过不去的，比方说限重50吨的桥。实际上，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一直都比西方的坦克要小巧呢？原因很大一部分还真的就是在桥以及铁路方面了。俄罗斯的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大多都无法承受50吨以上的重压，所以以前 T72、T80、T90会受此影响，现在到了 T14呢，还得受此影响。你不能说造出一辆大坦克却又无法亲自开去参战吧？以前坦克设计的逻辑是保护全身，因为成员既分布在车身中，也分布在炮塔里。那俄罗斯的工程师呢，就有点犯难了，这又要多加装甲，又要装上足以击穿西方坦克的大炮，还得要控制体重，怎么平衡嘛？只能做小一点吧。这在 T72上呢，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了。
可西方的坦克却凭着自己的基础设施好，越变越大，越变越重。现在你一辆体重已经比别人轻了快1半的坦克，还拿什么跟人家 PK 呢？炮马加不上去了，装甲也加不上去了，难道就只能认怂了？你别说，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逼才行的啊！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突然就意识到，既然只有大炮和人员最重要，那咱们为什么不将大炮和人员分开呢？大炮还是要上最大的，这个重量咱不能牺牲，而人员全都坐进车身当中，这里我给你们安排最后的装甲来保护。至于炮塔嘛，由于是遥控操纵，防护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减轻装甲，这样不就完美平衡了吗？所以 T-24的机动优势呢是怎么来的？好了，火力更优，防护相当，机动灵活。这么看起来 T-24打 M1 颤抖的应该是后者喽。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啊，以上都是纸面数据，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架，单挑，由于 M1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服役了，所以从车辆到人员都是经验丰富到不行啊。加之美国这么多年来就根本没有闲着，实际操练的时间也比俄罗斯多了去了。两者比起来，一个是老司机，一个是驾照还没有考出来的小萌新，怎么打嘛？另外 M1 这个平台啊，底层基础呢还是纯机械、纯人工的，哪怕这么多年添加上去了很多的电子和自动化设备，但你看它装弹不还都是在靠人手吗？所以可靠性就非常的高，哪怕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瞄准系统都被破坏了，只要人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话，依然是可以开炮的。再反观 T-14呢，它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了。对摄像头、对传感器、对雷达、对各种各样的电气系统的依赖程度呢非常高。说的不好听一点，偷偷摸摸爬上炮塔，用一罐喷漆都可以将它撂倒了。那如果是打群架呢？就更没得打了嘛！美国陆军当前正常运营的各种版本的 M1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辆的，而 T-14基于俄罗斯此前和目前的经济状况，生产一拖再拖后，直到现在还都没有正式入列呢。另外，现代坦克战就真的只是坦克打坦克吗？当然不是啊，还得要看军队整体的战场管理能力，比如来自卫星、无人机、战斗机和地面人员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整合、分析、决策等等。只有坦克好，那是远远不够的。好了，纸上谈兵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说错的地方就请大家帮我纠正和补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咱们下期再见了。推车你是很有可能见过的，但是推坦克，准确点说是推自行火炮，想必很难见到了吧？作为曾经亲自推过公交车的人呢，我表示很佩服。现在的车辆发动机都已经很好了，尤其是大多数的公交车其实已经换成电动了的，所以很难再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众志成城的群众运动了。别说群众运动啊，就算是摇曲柄这种个人运动，咱们现在也是很难体验到了。汽车上都是一键启动、自动启停，连钥匙都可以不用了，哪里还能给你机会锻炼呢？正当我陷入了绝望的时候呢，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粉丝留言：都21世纪了，启动坦克为啥还要用手摇？是真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科学的启动一辆坦克。事实上，用手摇这事儿呢，还的确是真的。当然，前提是启动电机的电瓶没有电的时候。之所以要用手摇呢，跟活塞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有关。拿常用的4冲程发动机来举例，它们分别是吸、压、爆、排。先是活塞向下吸入可燃混合气体，然后是活塞向上压缩气体，接着是火花塞点火引爆气体之后推动活塞向下运动，或者如果是柴油的话，就是直接压燃的。最后在惯性作用下，活塞向上运动推出废气，从而形成这样不断往复的工作循环。但注意啊，第一个吸压的过程，发动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完成的，因为此时还没有爆嘛，那就需要别人来帮它爆一爆了。摇曲柄实际上就是在帮发动机完成这个过程啦。以前老式的车辆由于技术成本维护的原因，没有装启动电机，或者是装了启动电机，但是电瓶不给力，就需要手摇曲柄来启动发动机。如今嘛，发动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最多只需要把钥匙一插一拧，靠电机就把发动机给启动了。汽车是这样，坦克当然也是这样的啦。所以坦克电瓶的保障工作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啊。不过话说，启动坦克也是需要拧钥匙吗？这个就不一定了啊。有的坦克确实是需要拧钥匙的，比如豹2，钥匙孔看起来跟我们经常骑的电驴没有太大区别，总共有3个位置，分别是锁定、供电和开启。
领导开启之后呢，只需要按下启动键，坦克就可以在电脑程序的控制下自己完成一系列的检查工作并启动了，非常容易，甚至有点傻瓜，有没有啊？而有的坦克则完全不需要插钥匙，只需要坐进驾驶舱按下按钮，坦克就启动了。比方说这辆。也有很多舒适的坦克呢，尽管不用钥匙，但操作起来反而好像更复杂一些。我们拿一辆 T55举例，当你坐进驾驶舱之后，首先要完成一些基本的检查工作，比如看看变速杆是不是处于空档，油门刹车踏板是否工作正常，燃料供应系统里面是不是有空气等等。接着就是正式的启动步骤了。第一步打开高压气瓶的开关，因为 T55的发动机呢有2种启动方式，电启动和压缩空气启动。第二步，按下电源开关。第三步，向发动机里面泵入机油，并等待油泵指示灯熄灭。第四步，同时按下电启动与空气启动的按钮，启动发动机。第五步，控制油门，使发动机的转速稳定在600转的水平，慢慢的等待它进入状态，然后呢，就终于可以上路了。哎呀，还是豹二的自动挡更舒服一些啊。不过更酷的是那些装了涡轮发动机的坦克了，在啪啪啪的搬动了一系列的按钮后，就可以跟塔台申请起飞了。只是我在想啊，要是没有钥匙，那不谁都可以爬上去把坦克开走吗？开什么玩笑啊！陆地巡洋舰是那么容易让你开走的吗？必须装把小锁，把舱门锁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加勒万河谷，一个本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当陌生的地名，最近却火上了天。我查了一下，加勒万河谷海拔4000多米，大部分人到了这儿估计都已经开始高原反应了，而我们的战士居然还能够徒手搏斗，着实厉害啊！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钢铁战士，也就是装甲机械化部队，坦克、战车、火箭炮，要是开到这儿来，也能够气势如虹的打上一架吗？在高原地区，战斗车辆会受影响吗？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高原环境之所以险恶，是因为这里空气稀薄、低压、缺氧、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还有紫外线辐射强烈、风沙严重等等。听起来就不像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对吧？但对于甚至是没有生命的战车来说，这里也称得上是一个禁区。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战车也是需要呼吸的。不管里面装的是柴油发动机，还是汽油发动机，甚至是燃气轮机，它们都叫做内燃机。机如其名啊，它们都是靠燃烧来驱动的，而燃烧离不开呼吸。为了帮助你理解呢，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燃烧三角形，或者直白点说，燃烧3要素，分别是燃料、热量和氧气，它们缺一不可。在发动机里面，燃料来自加进去的汽油或者柴油，热量来自火花塞的点火，氧气来自吸进去的空气。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学过程了，在反应式的左边，碳氢化合物，也就是汽柴油的真正组成成分，和氧气呢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经过燃烧后反应生成右边的水、二氧化碳，或许还有一点点的一氧化碳。同时反应还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了。你看啊，关键就在于燃料和氧气的混合比例了。这个理想的比例数值在1:15左右，取决于你使用的到底是汽油还是柴油。也就是说，每消耗1克的燃料，就需要15克左右的氧气才能够充分的燃烧，使输出的效率最大化。这样看起来，你都不好意思说发动机的油耗有多大了，因为相比起来，它的氧耗显然更大啊！100公里氧耗120升，听起来多吓人。好在氧气不要钱，烧了也就烧了吧。但随着海拔的升高，含氧量也越来越低。你想烧那么多，可周围的空气里面已经没有多少剩下来给你烧了。基本上，海拔每上升1000米，含氧量就会下降大约8%，发动机的燃烧开始变得不再充分。实验数据表明啊，对于自然吸气型的发动机，海拔每上升1000米，功率和扭矩分别都会下降8%到13%，油耗反而会上升6%到9%。这一方面是由于混合气体的燃烧不充分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气压的降低导致了气缸内充气量的减少，散热性能下降，热负荷增加所导致的。它们综合在一起，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动力性能。你想想看，要是把这样的坦克开到海拔4000多米的加勒万河谷去，它的动力就只剩下平时的1半左右了，还怎么能追着敌人玩个痛快呢？显然是不行的嘛。那该怎么办呢？
涡轮增压嘛，涡轮增压里面的风扇依靠极高的转速，通常要比发动机本身的转速还要高8倍，来将更多的空气泵入发动机里面。更多的空气于是就抵消了氧含量的不足，使发动机的功率只会下降3%到5%。尽管还是打了个折，但对作战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在高原上面飙坦克的。当然，如果你以为高原环境只会影响到发动机的机动性能的话，那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其实除此之外啊，发动机的启动性能、发动机的配气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都会受到气压下降、温度下降、风沙严重、气候波动等等的影响。还没完哦，车辆的传动系统、液压系统、制动系统也会在这里经受严峻的考验。所以，跟中国功夫一样，大国的工业水平当然也是凭实力说话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带你一起长见识。炮弹到底是尖头好还是钝头好？到底是带炸药好还是不带炸药好呢？这看起来会有争议吗？好像没有吧。既然是炮弹，肯定是要炸才好啊。既然是飞在空气当中，自然是尖一点的流线型才更好呀。但是坦克穿甲弹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坦克穿甲弹。既然是穿甲弹，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了，穿透装甲。不管你是坦克装甲、战车装甲还是攻势的装甲，总之我就是要用我强大的动能来暴力的把你给撕破，大力出奇迹，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但装甲也不傻呀，没理由白白等你来穿啊，所以他也在变着花样给穿甲弹制造麻烦。于是矛和盾之间的你追我赶呢，就这样携手前行，硬是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把穿甲弹活生生的从一枚炮弹逼成了一只飞镖。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穿甲弹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演变过程。身子是越来越细了，头也越来越尖了，到了后面，尾巴也像飞镖一样长出来了。但是等等，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的头从来就没有钝过呀。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尖头，只是为了提高穿甲弹在空气当中飞行时的气动性能的一个部件。它叫做风帽，很软，一碰就塌，是不会参与到穿甲的过程的。真正去穿透装甲的叫做弹芯，而它的头部是这样的造型。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穿甲弹和装甲的交手过程说起了。装甲本身是有个实际的厚度的，叫做物理厚度。为了抵御住穿甲弹呢，当然是越厚越好了。但是越厚也就越重也越贵呀。后来人们就发现啊，我不一定非要增加物理厚度才能够增加穿甲弹的穿透厚度啊。我只要把装甲斜着放和飞过来的穿甲弹呈现出一定的角度，就能够增大它需要穿过的厚度了。这个呢叫做装甲的等效厚度。理论上倾斜的越多啊，这个等效的厚度也就越大。但是考虑到坦克内部的空间和布局呢，它也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好了，来到了穿甲弹那边，你以为它只是遇到了一个穿甲厚度的问题吗？不是，是两个问题，厚度算一个，跳弹算另外一个。什么是跳弹？就是本应该穿过装甲的穿甲弹呢，却被装甲给弹飞了。而这个呢，恰恰就是尖头惹的祸了。从弹头接触装甲的受力分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蹊跷来了。当穿甲弹撞击装甲时，弹体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力的作用，一个是垂直于装甲表面的法向力，另一个呢是平行于装甲表面的切向力，两者的合力才是弹体真正的受力。当穿甲弹是个尖头的时候啊，由于尖头的下缘首先跟装甲接触，所以它在法向上的受力呢是要远大于切向上的受力的，合力的方向就比入射线更高了。在这样的作用下呢，它的运动轨迹就开始往上飘了。即使还能穿进装甲呢，也要走过更长的距离，最后带来的杀伤效果嘛，自然是大打折扣了。那要是再悲催一点啊，就是直接跳飞了，白白浪费了一枚穿甲弹不说，还给敌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怎么才能把它从往上飘拽下来往下钻呢？让切向受力大于法向受力啊，这样它们的合力就是低于入射线了，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转正效应的结果，帮助弹头走了一条捷径，更有可能去穿透装甲了。
而盾头的外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当穿甲弹碰上装甲时，恰好被自己那盾头的底部给磕了一下，就没有稳住，要往前翻倒了，屁股于是翘了起来，整根弹体呢也就转到了和装甲较为垂直的角度上。这不正好就是完美的打击角度吗？所以很快穿甲弹就从早期的尖头变成盾头了，同时也去掉了后部装着的炸药。因为人们发现一旦穿甲弹穿透装甲，其自身所打出来的金属碎片呢就足够有杀伤力了。与其去考虑增加它穿透后的效果，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让它穿得更透这件事情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幕的打怪升级的场面。盾头戴上了风帽，以便降低风阻，提高射程。风帽下面再被扣上了背帽，以便保护负担主要穿甲任务的弹头免遭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非军事装甲的破坏。而要让弹头穿甲穿得更深呢，就只能让它飞得更快，重量轻一点，不就能飞得更快一点了吗？于是咱把力量都集中到穿甲的核心弹心上，只在它身上使用高密度高强度的材料，至于外面包裹住它的嘛，就可以用一些较为轻质的材料了，以便在使用相同火炮来发射时明显提高出速度。既然弹心外面的部分在穿甲时完全就帮不上忙了，干嘛不把这部分的重量也省了呢？让它拖住弹心飞出炮管后立马就脱落，不是更好吗？于是穿甲弹来到了脱壳的阶段。接着人们又发现，要是这根弹心又长又细，也就是专业上所称的长径比越大的话，它的穿甲能力也就越强。于是就开始把脱壳后的弹心往细长方面做了。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它的飞行稳定性和精度呢，又给它加上了一个尾翼，让穿甲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成为了一个最不像炮弹的炮弹了。好了，这就是穿甲弹的大概原理和发展历程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对矛和盾是如何相爱相杀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身上的一个矛盾，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资源和精力，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而非要内耗在彼此的争斗上呢？这个真的有意义吗？我个人觉得首先这无法避免，其次这还真的有意义。人类的本性就是资源占有，在总量不可变的前提下呢，只能是你多我少，那怎么办？打呗，打就要发展军事，你有一个好矛，我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盾，这才能平衡嘛。而且呢，还要不断去升级这种制造平衡的装备才行。于是科技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没有欲望，没有占有，没有好斗，哪能有如今的智能化生活呢？这些东西最早不都是为了军事目的吗？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只是谁也不希望它失去平衡罢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是一辆正常的坦克，炮塔可以带着炮管转，但炮管自己在上下俯仰的时候呢，却不会影响到炮塔。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坦克不都该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告诉你有些坦克它就是不爱走寻常路。比方说法国的 AMX-13轻型坦克，它的炮塔就非常特殊因为它需要跟炮管一起上下摇头。这种坦克炮塔叫做摆动炮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优点有哪些，缺点又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种炮塔设计在现代战场上毫无立足之地呢？作为对比咱们先来看看常规炮塔是怎么工作的。它们安装在车体上的炮塔环上，炮塔可以在这个环上360度的自由旋转，炮管安装在炮塔前部，可以围绕着安装点上下摆动。这就意味着通过旋转炮塔，炮管可以指向任意的方向，并且可以通过俯仰来瞄准坦克上方或者是下方的目标。这种系统自 FT-17到 M1 埃布拉姆等大多数坦克都在使用。而摆动炮塔呢，它的旋转和俯仰方式则完全不同了。首先，炮塔本身分为2个部分，下部炮塔有时称之为环座，它的功能与常规炮塔相同，它与炮塔环结合，可以360度的旋转，提供快速的指向功能。上部炮塔则塞进了一整根炮管，并且最重要的是，炮管是固定在上部炮塔内的，不能自行俯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转动整个上部炮塔来实现炮管的俯仰说实话，这就搞得有点复杂了就像是明明转动眼珠子，你就能够看到隔壁桌的美女了，你非得把眼珠子固定住，然后来把整个头给转过去。所以，除非是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优势，否则工程师是绝不会考虑这样的设计的尽管他们是法国人，好吧，优势就来了嘛。首先这意味着炮塔环可以做得更小请记住坦克外露的炮管只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炮塔内部还有大型的块状的炮栓，装填手需要将炮弹装入其中，因此当炮管
管扬起时，也就是炮口指向上方时呢，炮栓就会下降。在常规炮塔当中，炮塔环必须足够大以容纳炮栓的下降，而在摆动炮塔当中呢，这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当上部炮塔通过扬起自己来抬高炮管时，由于耳朵的位置比较靠后，于是炮栓下降的距离就会小得多了，因此就可以采用更小的炮塔环，进而使用更小的炮塔。要知道啊，炮塔环直径也是影响坦克宽度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摆动炮就意味着，咱们可以在小型坦克上安装大口径火炮，正如 AMX-13的情况，它小归小，但是却能够装上一门105毫米的主炮。接着就是第二个优势，还是跟炮栓在炮塔内的移动有关的。当常规炮塔向上抬升炮管时呢，炮栓会下降到炮塔环的内部，而如果炮手压低炮管向下瞄准时呢，炮栓则会上升，于是坦克炮的俯仰就受限于炮栓的上升和下降的高度了。你总不能够让炮栓顶破炮塔吧？而俯仰角度是坦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因为俯仰角度越大的坦克，在丘陵以及类似地形上开火时可以暴露更少的炮塔部分，很有效的就隐藏了自己嘛。通过将炮管固定在上部炮塔内，摆动炮塔坦克为自己就赢得了相当不错的俯仰角度，基本上它只会受到下部炮塔形状或者是炮管撞击到车体的限制，准确说是撞击到发动机甲板上。你可以在 AMX-13上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该坦克的炮管实际上呢是不能扬得太高的，因为炮塔后部会撞到车体的后部。为了应对这一点并最大化俯仰角度，摆动炮塔会尝试将炮管尽可能高的安装在上部炮塔当中。不过咱们有句老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的尝试带来了它自己的优缺点。摆动炮塔坦克可以在障碍物上露出很少的炮塔部分，但其炮塔本身又通常较高，就像 AMX-50那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装填炮弹，摆动炮塔设计再加1分，因为装填手在上部炮塔内，所以它会跟炮管一起移动，炮栓相对于它的位置呢就始终相同了，方便。不过这里真正的精彩是当你想要给你的坦克安装自动装弹机时，在常规炮塔当中，自动装弹机呢只能在炮管完全水平，也就是0度仰角时效果很好。当炮管偏离这一位置时呢，自动装弹机可能就会遇到麻烦。于是常规炮塔通常是通过2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要么使用更为复杂的自动装弹机，能够在任何仰角下装填炮弹，要么就是在每次射击之间将炮管重新降至水平位置。第一种选择成本高昂，第二个选择呢并不理想。显然射击之后将炮管移开目标是一大劣势嘛，而摆动炮塔则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因为安装在上部炮塔内的自动装填机可以始终与炮栓对齐。好了，现在咱们来数数摆动炮塔坦克的各种优势啊，小巧快速，火力强大。难道它就没有缺点了吗？当然有了。虽然将炮塔分成2个部分带来了很多优势，但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这2个部分之间是有一个缝隙的，这就意味着带有摆动炮塔的坦克几乎不可能做到密封，于是它无法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无法防水，最关键的是无法抵御核攻击、生物攻击和化学攻击带来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几乎所有现代坦克都能够通过出色的密封和先进的空调与过滤系统来应对。摆动炮塔无法达到同样的密封水平，因为这些旋转部件之间需要留有一定的缝隙，以保证其正常运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车辆受到毒气攻击或者是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坦克成员将会极其的脆弱，而人才是最关键的嘛。不论你的车辆多么优秀，如果你的整个车组成员被击倒了，那都将毫无意义。所以你看归根结底，装备还是要以人为本嘛。摆动炮塔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以法国设计为先锋，如 AMX-13、潘哈德 EB2和 AMX-50，许多国家都设计了自己的摆动炮塔坦克，但实际上很少有进入服役的。所以时间来到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摆动炮塔坦克也就再正常不过啦。我左右手呢各有一辆坦克模型，熟悉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左手是一辆德国的豹2 A5，右手呢是一辆英国的挑战者2。尽管他们都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主战坦克，但他们用的主炮却截然不同。豹2以及世界上其他绝大多数的坦克上装着的是一门滑膛炮，但挑战者2呢，装着的却是一门线膛炮。非常传统啊，是自打人类发明步枪以来就一直在用的枪管和炮管了。它的明显特征是在炮管的内壁上刻有一圈这样的螺旋形的膛线，能够使穿过其中的炮弹与其结合，从而被动的快速旋转起来，达到稳定飞行的目的，称之为旋转稳定。它跟陀螺效应是有关系的，具体咱们就不展开说了啊。总之，你看这枚旋转炮弹的慢镜头轨迹，那是相当的稳
稳定，有没有啊？但如果不让炮弹旋转呢？比方说用不带膛线的滑膛炮来发射这样一枚炮弹，一出膛啊，就是肉眼可见的翻滚和扭曲了。这要是飞上一阵子，还有啥精度可言呢？所以理论上嘛，对于发射任何大小的实心弹丸，线膛炮都是更好的选择嘛。一开始啊，也的确是这样的。坦克从一战开始出现，到二战变得不可取代，他们装着的可都是要精度的线膛炮。可是到了1960年代，第一个吃螃蟹的家伙就出现了啊！苏联人在他们的新款坦克 T-62上居然装了一门115毫米的滑膛炮。所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很快大家几乎就都换上了滑膛炮，而为什么只有英国还坚守传统至今呢？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弹药。一开始啊，坦克上使用的几乎只有一种炮弹，穿甲弹，简称 AP。本质上它就是一颗放大了的子弹而已，削尖了头的实心铁坨子，用蛮力硬生生地将对方的装甲给撕开，在内部输送伤害。后来为了增加伤害的输出，还出现了一种稍稍改进的版本，在弹头里面套一个空枪，往空枪里面呢装满炸药和引信，使其穿过装甲后还能炸开，算是附了一层黑啊。可装甲它也不是吃素的啊，你升级我不也能升级吗？随着盾越来越强，后来的 AP 就不吃香了。到了二战后期啊，想要再用 AP 弹去击穿像是虎2 IS-3这类重型坦克的装甲呢，已经变得不切实际了。此时的坦克炮弹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去发展了：脱壳穿甲弹 APDS 和高爆破甲弹 HEAT。先来说 APDS 啊，它同样靠的是弹丸本身的动能去穿透装甲的，但是跟 AP 不同啊，后者的弹丸是整个弹头，而前者的弹丸呢，只有中间的弹芯部分。因为归根结底啊，只有中间的弹芯才会参与到真正的穿甲的过程嘛。既然这样，干嘛不把多余的重量给减掉呢？炮弹在更轻之后呢，就能跑出更高的速度，从而获得更大的动能嘛。但是啊，如果穿甲弹只留着弹芯的部分的话，就太细，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粗速度了嘛。解决的办法是啊，还是用大口径的炮管，只不过呢，在弹芯周围套上一个正好跟炮管口径一致的衬套，等它打出炮管之后，再直接脱掉就可以了，算是穿甲弹的助推器吧。而且人们还发现啊，这根弹芯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毛果然是越来越像毛了。当然也有例外啊。另一个方向的 HEAT 破甲弹呢，需要的其实就不是速度所带来的动能了，它利用的是特殊的空心装药在爆炸时产生的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来穿透装甲了。它也是如今反坦克火箭和导弹上常用的弹头啊。就是到了这会啊，线膛炮从香饽饽变成绊脚石了。对 APDS 和 HEAT 弹来说呢，它都是一个障碍。前者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啊？人们发现，这个穿甲弹用的弹芯啊，是越长越好，越细越好啊。但是当它太细，比方说长径比达到了6到7的时候呢，稳定它所需要的旋转速度呢，已经超过了线膛炮管所能够提供的极限了。于是你要是接着再用线膛炮，那就意味着把一个天花板盖在了穿甲弹的头上了嘛。后者我也说过啊，它需要的是高温、高速、高度集中的金属射流，但是你一旋转起来，这股射流不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开了吗？集中不到一个点上，自然破甲效果也大打折扣了。一个是转不了太快，另一个呢是转快了不行。这下麻烦了。要说人家苏联人还真的就是厉害啊，在想透了之后呢，他们端出了这个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既然线膛炮怎么都制造不出能够让穿甲弹稳定飞行的旋转速度，那好，我就干脆不让你转了，咱们换一个稳定的思路不就得了吗？学火箭用尾翼不一样能够让弹芯稳定吗？而且速度还能够更快啊！膛线制造的旋转的确是可以让弹丸更加的稳定，但是它也是需要你额外的付出点代价的嘛。动能是会有所损失的，但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呢，由于不需要跟炮管挤得那么紧，滑出去就行了嘛，损失的动能就更少了，就带来了更大的速度和更猛的穿甲效果，这妥妥的就是个杀器啊！别的坦克你不学吗？好了。豹2就是第一个学习的西方坦克了。从诞生之初呢，就学苏联装上了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发射的也是不用旋转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和 HEAT 破甲弹了。其他坦克嘛，纷纷跟进，除了挑战者，直到2021年初，英国才宣布他们会在从挑战者2升级而来的挑战者3身上换装滑膛炮。这反应是不是也太迟缓了？其实吧，也不算。
而且原因竟然也跟弹药有关，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发明的 Hesh， 一款被称为高爆南瓜头的，在弹头里面装满了高能炸药的炮弹。当它撞上敌人的装甲之后呢，会在强烈的挤压之下，将内部大量的炸药撒到装甲的表面。自然他们是没办法穿透过去的，但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目的啊，只在装甲表面引发大面积的爆炸，然后靠穿过装甲的冲击波，将坦克内壁震出一些碎块出来，再利用这些碎块呢来破坏或者是杀伤坦克内的无声与有声力量了。所以它可以利用旋转来稳定，而实际上呢，它还更加喜欢旋转起来呢。因为旋转起来之后呢，能够将炸药撒得更开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一直都捧着自己的线膛炮不换了，但现在咋换了呢？因为新装甲让 Hesh 也不好用了吗？多层的复合装甲削弱了冲击波的传递效率，能穿得过去的波本身就少了，再加上现代装甲的内部呢，一般都加了像凯夫拉这样的防爆衬垫，即使能够炸出点碎片呢，也会被他们给兜住的，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好吧，还是向主流靠拢，改用滑膛炮吧。